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源澳大利亚 ABC 的文章，作者 Angus Grigg、Ollie Russell、Stephanie Zillman、Magna Bowie。澳洲著名的珀斯铸币厂向中国出售掺入杂质金条，事情败露后试图掩盖真相。据一份泄露出来的内部报告显示，历史悠久的珀斯铸币厂 Perth Mint 曾向中国出售成色不足或掺杂的金条，事情败露后试图加以掩盖。目前，珀斯铸币厂面临着可能要召回90亿澳元金条的后果。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时事调查节目《四角方圆》Four Corners 发现了一些文件，记录了西澳洲政府拥有的珀斯铸币厂从2018年开始对其出产的黄金制品掺入杂质，并记录了铸币厂如何向其最大客户隐瞒证据以维护自己的声誉。虽然该厂出品的黄金仍高于更广泛的行业标准，但内部报告估计有多达100吨送往上海黄金交易所 Shanghai Gold Exchange SGE 的黄金可能不符合该交易所严格的银含量纯度标准。一位珀斯铸币厂内部人士称，这是最高级别的丑闻。这位内部人士不愿透露姓名，表示如果身份被披露，他们可能面临5年的监禁。我不知道自己以前是否见过这么大的问题，他说。该铸币厂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开采黄金加工厂，还是珀斯十分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并因生产纪念币而闻名于世。这些纪念币的主题从皇室婚礼到新拍摄的詹姆斯·邦德电影不等。仅仅在去年，珀斯铸币厂就销售了203亿澳元的黄金。该厂是世界唯一有政府担保的铸币厂。但近年来，这个正式名称为黄金公司 Gold Corporate 有着124年历史的机构始终受到一系列丑闻的困扰。西澳洲州长马克·麦高文 Mark McGowan 曾担任该铸币厂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部长职务4年之久，直到2021年3月为止。在黄金中掺入杂质。在黄金中掺入杂质是行业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的做法，并不违法，但对精炼商来说风险较高，因为这种方法通过添加银或铜等杂质降低了金条的成色。允许掺杂微量金属，但珀斯铸币厂的计划是要保持 99.99% 的纯度，因此允许出错的空间极其有限。珀斯铸币厂于2018年开始在黄金掺入杂质以节约成本，预计每年最多可节省62万澳元。这些钱只是其年销售额的一小部分。2年内，这种对省钱的渴望可能将珀斯铸币厂抛进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一宗黄金丑闻的漩涡中心。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的迹象。该报告称，开始往黄金中掺入杂质数月之后，精炼厂的工作人员就发现银和铜的含量可能已经超过了上海黄金交易所允许的水平。尽管如此，精炼厂的员工还是继续在黄金中掺入杂质。危机处理。掺杂计划在2021年9月开始浮出水面。上海黄金交易所称，有2根金条含银过多，与该所的规格不符。由于担心声誉受到重大打击，珀斯铸币厂在收到投诉当日就下令进行内部调查。调查清楚地表明，如果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开此事，该铸币厂面临的风险会有多大？如果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公司最重要的交易所客户将此事公开，称他们对黄金公司的金条有意见，负面的公开声明对企业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珀斯铸币厂的内部报告写道。然后，该报告列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该报告称，根据对交易量的一般性理解，从上海黄金交易所召回高达100吨的库存以进行更换是可能的。按照今天的黄金价格，买回这么多金条将要花费87亿澳元。然后，需要将这些金条运回珀斯重新铸造，然后才能再次出售。对铸币厂来说，为这种规模的召回提供资金也很困难，可能需要西澳洲纳税人的帮助。上海交易所被误导。珀斯铸币厂回去检查成为客户投诉焦点的2根金条时，发现其中1根被黄金精炼厂打上了红色标记。这个金条的纯度测试也称为化验 assay， 未能达到上海黄金交易所对银的严格标准，但仍高于关键的 99.99% 纯度。但有问题的金条不仅是这一批次。这意味着在3年的掺杂计划中，大多数金条都可能不符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标准。最重要的是，珀斯铸币厂没有与其最大的客户分享这一信息。该报告称，在2021年9月30日的一次会议上，有关人员曾向当时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海斯 （Richard Hayes） 征询意见，以确定是否应将不合格与合格金条的化验结果都发往上海。首席执行官确认，只向客户提供符合要求的化验结果。更广泛的举证责任则留给了上海黄金交易所来证明产品不符合要求。该报告称，在产品不合格检验结果被发现的当天，珀斯铸币厂立即停止了黄金掺杂计划。
公司治理与透明度倡导人萨雷娜·莉莉·怀特 （Serena Lillywhite） 称，所有检验结果都应该被送到上海黄金交易所。我认为这可以说是掩盖事实真相，因为铸币厂有披露所有信息的选项，但实际上却选择了不披露。他说，他们选择披露一部分经过精挑细选的信息，这对他们的声誉和商业行为的损害也许比较小。铸币厂的内部人士也表示赞同。如果他们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的金条不符合规定，他们会失去认证。就在这场危机在珀斯铸币厂内私下披露出来的同一个星期内，铸币厂宣布海斯先生将因病提前退休。他没有回应四角方圆节目的问题或采访请求。珀斯铸币厂证实，确实收到了客户关于少量1公斤重金条的投诉，但由于中国政府对从中国出口黄金的限制，客户没有退回这些金条，因此客户的担忧无法得到核实。据说，自2021年底以来，珀斯铸币厂的精炼方法得到改进，现在致力于达到比行业平均水平更高的纯度标准。声誉和信任。最后，上海黄金交易所选择不将投诉公开，并接受了铸币厂的质量保证。铸币厂同意，今后所有发到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金条都要有检验证书。对铸币厂声誉造成的长期伤害要大得多。有可能你会听到黄金市场上那些买家说，我们能相信来自珀斯铸币厂的任何东西吗？包括硬币、金条或任何东西。这位内部人士说，这起事件最初发生是因为精炼方面的系统管理不善和无能，但一旦他们发现了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们采取了故意行动，以确保此事不会被泄露出去。这是该铸币厂最近经历的一桩丑闻。此前，珀斯铸币厂在2020年曾受到伦敦金银市场协会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LBMA） 调查，因为该厂从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名被定罪的杀人犯处购买黄金。在被揭示出用汞混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黄金，以及利用童工开采后，铸币厂被迫采取纠正行动计划。珀斯铸币厂保住了认证资格，但伦敦金银市场协会表示，如果有新信息出现，该协会保留重新审查这一问题的权利。对铸币厂来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金融犯罪监管机构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 Austrac 正在对该厂遵守澳大利亚反洗钱法的情况展开调查。珀斯铸币厂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数额有可能达到数亿澳元，就像近年来对澳大利亚银行和赌场征收的类似罚款金额。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